价值100万的奔驰大 G 出了大事故过后，被强子哥俩用了不到5万美刀买了下来。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子受损非常的严重，整个右侧前轮都撞没了，甚至整台车子到处都在漏油。所以强子哥俩只有先将车子拖出来，给其都穿上滑板鞋，利用叉车将车子卸下来。这时整体车子的状况就暴露在眼前，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故，能将右前轮撞成这样，连上面的刹车盘组件都不翼而飞，翼子板和侧裙也都弯曲了。这时强子又来到了车子另一边，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很严重，但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损毁了，像冷却器和上面的大灯都是要进行更换的，而左侧车身也没好到哪去，车门上的玻璃已经粉碎了，前面已经出现了裂痕，这个车门应该是保不住了。接着强子又来到了车子的尾部，这里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到处都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凹痕，甚至连车顶都已经变形了。所以从上述车损状况来看，小编认为车子应该是在撞击后发生了侧翻，所以车子才能呈现到处布满凹痕的情况，连前风挡都碎得这么彻底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这台车子还是个准新车，行驶里程才3000英里，里面的内饰基本都是全新的。所以强子依照惯例，先将车子从里到外清理一番，清理掉上面布满的灰尘，这也是他们在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的好习惯。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干净的车身不仅能让身心愉悦，最重要的是能避免在修复的过程中造成损伤。接着强子又来到了车内，用吸尘器将里面的碎玻璃清除，并利用工具把粉碎的风挡玻璃拿下来，这都要细心的清理干净的，如果有遗留就会有被割伤的风险。所以强子都用上了之前买的蒸汽机，用抹布细心的清理掉里面的灰尘。真不知道强子的洗车厂什么时候开业，我都想把车子送去叫他清洗一下了。这时强子开着车子来到了商店，买了好几个储物箱，这些都是为了装内饰套件的，因为车身上的钣金都需要修复，所以车内的内饰都需要拆解下来，将一些小的零件分类储存，这样在恢复安装时会方便很多的。当强子将车顶棚拆除后，发现车顶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，除了天窗处有些许弯曲外，其他的框架还是很好的。最主要的是拆卸车顶棚要比别的车型简单了很多，更换起来也会更加的轻松。现在只需要将车内的座椅也都拆下来，就可以开始修复钣金了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车顶棚受损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车顶棚左侧一角，这有可能是在翻滚时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使得顶棚里外都有着严重的折痕。不过整体看起来要比强子之前的预估要好很多，这让强子显得十分的开心，工作起来也非常的卖力，仅仅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将车内拆解一空。这时强子又来到了车外，用千斤顶将车子升了起来，然后用支架将车子固定住，这是为修复钣金做着准备工作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强子要先把外边碍事的零件都拆解下来，这些对强子来说就非常的简单了，常年的修车工作让他越来越加的娴熟，不一会就将其完成。这时强子就开始修复钣金的第一步，虽然看着工具没有康奈的专业，不过对于强子来说已经够用了。等将车架的位置纠正后，强子又换了一个工具继续拉伸，直到爷3努力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将其完成。这时之前订购的零件也已经到货了，不过在打开时却看到了问题，很多零件上都出现了损伤，而且在包装上还能看到很明显的鞋印。新买车顶上的凹痕应该就是这样踩踏的，这样的情况摊到谁身上都会十分的恼火。不过经过强子的沟通后，商店那边决定给强子重新再发一套，现在他们只有继续修复钣金了。强子用工具先把上面的封条拆下来，然后用砂轮将上面残余的部分磨掉，这时就可以接着开始拉直工作了。不过强子的钣金工作属实还不够火候，顶棚的边缘都成了波浪了，连强子的弟弟都说看着有些不舒服，所以第2天就把好友胖子喊了过来。胖子先是绕着车子检查了一番，大概知道了车子的受损情况，然后就拿起工具切割了起来，这才能看得出来行家和业余的区别。不一会车顶棚就拿了下来，接着将车子重新固定，卸掉车上的车门，换了一套工具进行重新拉伸，并且用锤子进行不断的敲击。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后，又给壁柱上套上了一根铁链，然后经过胖子108锤后，整体框架就校正的差不多了。不过这只是前菜，因为这个区域受损的太严重了，很多地方已经都被压碎了，而另一端也突出了好多，所以和强子一番商议后，决定将其切割下来。只不过可惜了这个准新车了，瞬间就成了切割车。不过强子哥俩倒是不在乎，最起码这样能让车子回归原位。可是就这样都差点出现了事故，铁链在拉伸的过程中液压杆突然断裂，这真的太危险了，所以还是康奈的工具比较靠谱。在3人的一番探讨后，现在购买康奈一样的工作台是不现实的，为了能更安全的工作，胖子建议重新购买一个吨位更大的，可没想到刚拿回来就又差点出现事故，这根本完成不了现在的工作。强子只有重新订购一个更大的，所以在等待的时间，胖子只有先去处理右侧前轮周围的面板。他先将周围碍事的零件都拆解下来，然后把液压铁链安装上去，等上面的板面也拉直后，就用砂轮打磨掉上面的锚点。这就是常见的更换板面的工作了，只要将外边的一层切割下来，然后换成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接着胖子又来到了上面，这个部分是上次切割顶棚留下的残余，经过强子的9牛2虎之力将其拿了下来。其实处理钣金还是个墨迹活，密密麻麻的焊点都要一个一个清理，像这样翻过的车子处理起来更加的繁琐，因为翻转过程中很多板面都有被损坏的痕迹，
就像胖子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处理，都耗费了他2天半的时间，才将其全部拆解完。这时强子找来的帮手也来到了这里，他一来到这里就发现了问题，因为强子安装的底座有点太靠外了，这样他的液压感不出问题都怪了。正确的方式是将底座尽可能的靠内，让液压感的角度尽可能倾斜，这里牵涉到个三角力学，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师傅的经验可不是白给的。经过他的一番指点后，同样的工具就完成了现有的工作，但这样的拉伸还得持续一段时间，如果现在就放开的话，会马上恢复原位，所以强子他们只有把工作重心放到另外的地方。所以胖子就来到了右侧前轮处，准备修复一下弯曲的底盘。强子先将悬挂的螺栓卸掉，然后将碍事的部件都拿了下来，一边用火烤一边用工具拉直，直到和模板的弧度一致时才算完成。这可费了胖子不少的力气，因为这是全车最硬的地方，是车体最重要的结构支撑组成部分。修复这一处的时间都是几何倍增加的，而这时购买的一些小零件也都到货了，不仅有一个超大的刹车盘和卡钳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零件，这可花费了强子一个不小的费用。仅仅地上摆放的这些就价值4000多美刀，都是一些全新的零件。紧接着好消息逐步的到来，之前商家补发的货也到货了，这次要比上次幸运了很多，只有一个地方出现了磕碰，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，只要将车上剩余的部分拆解下来，然后将磕碰处简单的平整一下，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样简单的工作强哥俩就可以完成，而剩余专业的部分就得专业的胖子出手了。他挥舞着不要钱的锤子，一下一下不断的敲击着，并且还拿来了套件进行比对。有了各种套件的胖子如有神助，工作起来速度都加快了很多，并且强子哥俩也很快的加入了进来，帮助胖子一起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。一时间大家忙的是不亦乐乎，仅仅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开始模拟安装了。这一步对于修复钣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像各个区域缝隙的大小是否合适，每个接缝处是不是需要修改，都是这次预装的主要条件。就像车尾部这样的地方，有了预装的对比，就可以轻松的将其处理到位了。这时的胖子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，该焊接的焊接，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按照模拟的尺寸进行切割，并且对接缝处进行加固后，就可以完成最后的焊接工作了。这时右侧的修复工作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，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，每个缝隙都非常的完美，开关车门也没有任何的阻碍，完全可以达到车主大力关车门的快感。这一步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接着胖子又来到了左侧车身，这边的工作相对来说要多了很多，不仅每个接缝处都重新的加固，所要修复的地方也多了很多。当胖子将每一处打磨的地方都喷上防腐漆后，就可以将其焊接到一起了。其实这样的修复还不如将下面的部分一起都换了，虽说能多花一部分钱，但是那样是一个整体，要比现在好了很多。各位看官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而此时的强子为了更好的完成焊接，还特意到朋友的车厂借来了先进的工具，他们现在只需要将要焊接的位置用打磨机把上面油漆打磨掉，然后再给接缝处涂抹上专用的胶水，这样就可以直接焊接到一起了，完全省去了之前要钻上百或者上千个孔的时间，大大的提升了工作的效率。正所谓好把式不如家伙事妙，有了新式工具的强子都可以亲自上手了，焊接起来也是那么的轻松，仅仅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车子所有的板面都焊接完成了。这多亏了这个先进工具才能这么快，还给他们余出了玩耍的时间，这可谓是工作娱乐两不误。经过了一番愉快的玩耍过后，二人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工作。现在他们要把损坏的零件都拆解下来，像这样的工作就不需要胖子这专业高手了，强子二人完全可以拿捏得住，只要将周围的零件拆解掉，然后更换上全新的新部件就可以了。看着一个个旧的部件变成了新的样子，强子的内心也是逐渐顺畅了起来，所以工作的速度也快了好多，渐渐的也看到了成功的曙光。现在只需要打磨掉上面的焊点，然后给接缝处补上一层腻子，就可以开始喷漆了。这一步也是比较费时的，每一次刮上腻子，等到干燥后，经过细心打磨，再重新刮上一遍腻子，等待干燥再打磨，反反复复的都让强子忙到了深夜，饿的狗子都叼着盆子等待了许久才吃上饭。直到第二天一早，强子才开始组装剩余的部分，随着一块块部件都被安装上去，这辆奔驰 G 也开始有了它该有的样子。等最后的喷漆前的准备工作都完成后，就迎来了第一次的喷漆。强子先给修复的地方简单喷上了一层底漆，还没等强子再次喷漆，购买的仪表盘也已经到货了，正好趁着油漆干燥的同时，先将仪表盘组装好。这就像你新买的玩具刚刚到货一样，都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，迫不及待的要打开组装好玩耍一番。而强子这两个大男孩也不例外，快速的将其安装了上去。可这一组装就不可收拾，慢慢的地毯、控制台，就连座椅也都被安装到了车内。本来安装的进程非常的顺利，可在强子一个不经意下发现，车子竟然此时无法启动了，这让强子十分的困惑。按正理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的。检查了一下各个部件的位置，都没有发现问题。现在他只有拿来扫描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，可上面却出现了一堆的错误代码，因为很多零件强子都还没有安装上去，这么多的代码也让强子看的是一头雾水。所以强子现在只有先把一些零件先安装上去，来逐步排除问题所在。可没想到还没等安装几个部件，就发现原来造成无法启动的原因是强子竟然是忘记插的线路造成的。这也让强子得到了教训，不再那么的着急安装，一步一步的先把损坏的零件都换掉，
这样就算出现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用扫描仪找到对应的地方，不至于像之前一扫描就出现一堆的错误代码，完全找不到问题所在。等强子将损坏的零件都更换好后，就将车子开了出去，对其做了最后的打磨处理工作。接下来就可以将其送去喷漆房了。这里是强子新建的喷漆房，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喷漆，所以强子的妻子还热心为其准备了早餐。在他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他的哥哥已经开始喷漆了。有了自己的喷漆房，工作的心情都很是不一样。之前他们都是借用朋友的，还要错开朋友用喷漆房的时间。现在有了自己的喷漆房，想要在里面停放多久都可以，甚至在等待油漆干燥的同时，来完成其余没有完成的工作。正所谓谁有都不如自己有，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。在这期间，强子不仅完成了更换轮胎的工作，还将新买的排气系统更换了上去。只不过这个排气系统的更换属实不敢恭维，听起来就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。如果完成后就是这样，那对这台奔驰大 G 将是个悲剧。这让信心满满的强子很是头疼。这辆车从买到手问题就出个不停，于是强子二人只有逐一的排查问题所在，换掉该换的零件，最终解决了排气异响的问题。接着强子就卸掉了车上碍事的零件，并对整个车身进行了细心的打磨。这一忙活不要紧，直到半夜才完全的打磨好。第二天一早就将其开到了喷漆房，他们将不喷漆的地方都用塑料布遮盖好，然后就开始了最后的喷漆工作。这次油漆的颜色依然选择了原始的深灰色，没有刻意的去更换其他颜色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强子的喷漆手法还是不错的，从各个角度去观看油漆都完全挑不出任何的毛病。这也说明强子在喷漆方面还是很专业的，安装上车门后也看不到有色差的情况。现在强子只需要将剩余的套件也喷上漆，这台奔驰大 G 的油漆工作就彻底完成了。可是在大强的喷漆过程中，小强在外面却发现了问题。车子如果在阳光下侧面仔细观察，新漆和旧漆还是有细微的色差的。为了让车子更加的完美，所以强子二人决定将所有的车门都拆解下来，进行细致的打磨后重新上漆。虽然这样做有些麻烦，但为了对客户的负责和保证自己车厂的口碑，用心的完成每一辆车还是很重要的。在等待车门的车漆干燥的同时，强子二人也没有闲着，他们将车头的零件都组装好，并且一个个的都安装到车上。这一步其实是每个修车人最开心的时刻，看着破破烂烂的车子一点点的穿上威武的装甲，慢慢的变成这台车子该有的样子。强子此刻的内心还是十分愉悦的，也能更好的证明几个月以来二人的努力也快到了收获的时刻。这时强子又来到了车子的内部，准备在安装车门之前先将车子的顶棚安装进去，这样能更好的方便安装。正所谓无独有偶，刚安装完车棚的强子就收到了奔驰公司送过来的零件，从订货到送到只需要2个多小时，这也能看得出当地奔驰厂商的效率有多高了。有了这些零件的加持，强子二人很快就将内饰套件都安装了进去。等到这些都被处理好后，之前喷涂的车门也都干燥好了，强子爷3个迫不及待的将其安装到了车上，按部就班的将一个个小的零件安装到位。这时购买的新风挡也已经到货了，一般情况他们都是购买风挡并免费给安装的，只不过强子这次为了省钱，购买的便宜的玻璃自己来安装。此时也能看得出来，这次的修复要超出初始预算了。不过即使这样，强子该花的钱也一点也没有少，甚至还买了一整套的轮毂和轮胎。正所谓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一套好的轮胎能让车子更加的美观。当强子将新买的轮胎也都安装上去后，这台奔驰大 G 就修复完成了。此时的车子看起来非常的美观，全新的轮胎和刹车盘让这台车子更加的出彩，驾驶在道路上也完全看不出是被修复过的，声音听起来也没有了开始式拖拉机的声音，甚至和兰博基尼的排气都有的一拼。而此时的强子也没忘了给车子做清洗工作，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，里里外外那是清洗了一个遍。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这台奔驰大 G 的风采。车子驾驭在各种路况下都没有问题，完全可以重现大 G 的风采。而这次的修复总共花费了强子124,000美刀，强子认为这次的修复还是有些利润的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像这样一辆几乎全新的奔驰大 G，售价多少才合适呢？请各位看官说出您心中的看法。